的，我們現在時間是10點，因為我們昨天自以為是，然後玩到太晚，以為體力很好，還是睡過頭，然後太晚睡導致太晚起，然後現在10點不小心睡到8點半，快被自己笑死。拜拜。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行程。好的，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？你當然不會知道，我们今天要去甘川洞看小王子，還有那個彩色的房子，還要去漢墓村。汗蒸木，晚上要去汗蒸木，然後如果運氣好的話，晚餐希望可以吃到鰻魚飯，還要去買伴手禮。對，那運氣不好的話就通通都沒有了，我們就只好喝手回來，笑死。白天的釜山蠻熱的，但我媽昨天在海邊冷到，今天就穿超級多衣服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的那個 dress code。因為我媽喜歡喝咖啡，早上就先帶她去星巴克，用咖啡開啟美好的一天。你先看一下你要什麼？對，還有他取的名字沒看懂。哎呀，我們現在到底怎麼辦？太久沒喝星巴克，點餐的時候有點卡住，我們就隨便點了2杯拿鐵。韓國公車不能帶飲料上車，所以我們自備隨行杯，把飲料裝在裡面，就可以帶在路上慢慢喝。到韓國旅遊的朋友，記得把這招學起來，買飲料的時候很好用。買完星巴克，準備搭公車到甘川洞。經過千辛萬苦，終於抵達甘川洞。整台小巴都是人，超痛苦，塞滿了遊客。因為今天是星期天，所以就超多人來這邊。那一下車呢，就可以看到韓服店，可以租借用釜山 Pass 租借韓服。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塞車塞到有點累了，不想租了。而且穿韓服好熱，都累了，一切都累了，已經想回家了。看一下累的表情，我快笑死！哎呦，好啦，好，那我們就隨便青菜走走看看。哎，我笑死！美好的計劃瞬間毀滅。要不先吃午餐？先吃午餐，先回神，對不對？我們现在進到甘川文化村，沒有什麼想講的，只覺得累。這邊要來講一下歷史小故事。朝鮮半島在1950年爆發韓戰，一開始是北韓那邊的軍隊先突襲，所以南韓軍隊有點措手不及。在這樣的狀態下，南韓軍隊就一路往南撤退，最後退到釜山這邊。當時有很多民眾為了躲避戰爭，攜家帶眷躲到釜山西部的甘川洞。在現在這個位置，在山坡上用木板搭建新的家。後來美國還有聯合國的軍隊加入來支援南韓，南韓軍隊又往北打回去。那這樣來回，經過了3年的戰爭之後，最後南北雙方約定在北緯38度線休戰。朝鮮半島也成為我們現在知道的這個樣子，就是南北韓分裂。1950年後，隨着都市發展，甘川洞這裡的人口大量外移，大家都搬到都市去住，沒有人要住在山坡上。直到2009年，有一群藝術家提出鄉村藝術計劃，把甘川洞改造成彩色的壁畫村。改造後的村落變得更漂亮，就開始吸引很多觀光客到這裡來玩。是那種袋子。好可愛哦，超可愛！它是那個可以裝水壺，那你要不要拿你的杯杯來比對一下？看裝，這看似不起眼，其實很酷哎。實用，比較大的都能裝裡面。啊，我們想說試試看。哇，它從天成的，因為它盤面很大。哎，好棒哦！我跟你拿新的。没有標價。我現在就是要找我的鏈子。先問一下他多少錢？讓我7000塊。7000。哎，好可愛！然後它後面是卡夾，可以裝那個悠悠卡。
原來有不同顏色，好可愛哦！哦，等一下，再幾秒。看到這件好像還不錯，因為有時候你穿了在路上很擠嘛，然後它這个件好像是有提供免費拍照區，主要是拍照區，然後你就我覺得應該是他的店家把那個區域圍起來，你就可以進去拍照，不然你到外面排那個點都要等很久。你都不好奇這個人家在排什麼？你不是最愛問人家排？去看啊！因為我說你眼前這個，你不好奇他們在排什麼？我走到前面看，不懂再回來問。好，那你先去看他們在排什麼，交給你了。有一個很愛多管閒事的老人，每次都在問人家在排什麼，我也想知道。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他們到底在排啥。哦，跟小王子狐狸合照啦。好的，我媽常常說跟我逛街都特別好玩，因為我很會給情緒價值，而且還會一直找事情給她做。像是我會說，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那個排隊在排什麼嗎？或是說，你可以幫我記一下這個路牌的顏色嗎？但長輩出門其實很像帶小朋友一樣，就是你要一直丟問題給他，轉換注意力。讓他覺得我自己對這個旅行也是有一點貢獻，有幫到忙，這樣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。我們現在來到甘川洞的小王子博物館，這間3月才開幕，從文化村走下來大概要10分鐘的路程。這是亞洲唯一官方授權的小王子展館。裡面總共4層樓，分別有不同主題。1樓就展示各國的小王子書籍，還有作家的手繪稿。這邊也有重現小王子的場景。站在這裡會有一種走進故事裡的感覺。如果你是小王子迷，會很喜歡這裡。我最喜歡的是4樓展區，這裡的感覺和前面完全不同。牆上可以免費索取一張書籤，上面印有小王子的插圖和文字。我在這邊會有一個感覺，就是我們大人啊，已經經歷太多世間險惡，所以我們真的已經有點忘記孩童時期很單純的那個感覺還有樣貌。但小王子這些創作可以帶我們稍微的一點點的稍微脫離現實，回到最純粹的狀態。可能是因為這樣，所以現場的展覽啊，整個布置也都是走一個乾淨純粹的風格。整體來說，我還蠻喜歡這邊的設計的。哇，這個景點真的太讚了！覺得超推耶！這個在甘川洞小王子博物館的最頂樓，然後你看出去可以看到整個甘川洞的景色。重點是完全沒人，因為呢這個博物館要收費，所以可能大家聽到收費就會覺得哦，那我去排免費的景點就好啦，然後就不會進來。可是它其實現在特價也才1萬塊，然後進來就有很多小王子的展示。重點是你拍照完全不用排隊，而且風景超級好，我的天哪，超級值得！你看現在週末的中午完全沒有人在排隊，就只有我。而且呢，你這樣看出去還可以看到整個釜山的港口、小王子啊，還有甘川洞，哇！1萬塊，我覺得超值得，台幣也才200多。你可以省下很多在大熱天排隊的那種感覺，然後拍得很緊張又拍得不好看，哇，這邊真的太值得，我覺得這邊一定要列入就是必訪景點，超棒，超棒。OK， 接下來要前往下一站松島纜車。耶！我們到松島纜車，剛剛在甘川洞文化村搭公車，很快就到松島纜車。
沒話可講。61路公車，好可憐的。我們運氣很好，這幾天都是晴天，纜車有正常營運。在櫃台出示釜山 Pass 就可以兌換車票。釜山 Pass 換的是比較高級的水晶列車，車廂底部是透明的。排隊人潮看起來很多，但其實沒有等很久。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，很快就搭到車了。纜車一台可以坐8個人，工作人員會看情況安排。如果人多的話，就會跟別人搭同一個車廂。你要哪一種蝦？然後對啊，一個它那是谁啊？当然有年糕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。你要年糕吗？对啊，会辣哦。说떡볶이1인분 주세요。然后这杯我们要喝，这杯就给你那个。车站附近蠻多吃的，我們在這邊吃魚板，還有辣炒年糕。吃完後要去附近的步道走走。對啊，所以我覺得釜山年糕比較好吃。你可以那個蔥。這裡有個私房路線，很多人不知道。送到纜車下車後，往公園方向走，過了入口之後再往左，然後順着樓梯往下，就會看到森林中的吊橋。這邊拍照很好看。再往下走，就會到龍宮雲橋。這樣子的走法呢，會是最順的。龍宮雲橋也可以用釜山 Pass 免費入場，但這邊風很大，我們沒有停留太久就離開了。要記得離開之前，記得到松島纜車站的3樓，這邊有很多小王子的裝置藝術，可以拍很多照片。我在這邊把手機拍到整個都沒電了。好的，今天是我們行程的最後一天，現在是早上6點40分。金海時間，釜山金海國際機場的旅客比我想象中還要多超多。本來以為我們已經搭很早的班機，應該沒什麼人，結果超爆多。但我們有線上報到，而且辦理速度還蠻快。最後在機場趕快補買伴手禮，很多人推薦這款伊迪亞的餅乾，但我沒有吃過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想說好吧，先買再說吧。終於吃到美味bagel的人。那個。和媽媽的釜山之旅到這邊結束啦。哦，我媽超好笑。他一直說釜山的食物跟我的胃口不太合，但結束之後又說下次要再來。OK， 這可能就是釜山的魅力吧。